ICE 现在变成盖世太保的部队。最荒谬的是，他们居然戴着面罩去执法，应该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戴，怎么执法的人脸上戴着面罩？然后你看现在美国在街上就在逮人，你长得像非法移民，你长得不像架杠美国人的话，他就要把你拦下来问。明尼苏达非法移民占美国是20名以外，最大的非法移民聚集带在哪里？在德州，在加州。那些要动起来的话，那川普可能都招架不住哦。接下来要赶快来看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动乱，这是来自于 ICE 哦，因为无辜的他们就是击毙了这些无辜的平民，引爆了美国自己的内战，而且是在3周内2位平民遭到 ICE 给枪杀，引爆了全国怒火。现在川普的不满意度已经高达了58%，传出美国恐怕再度关门。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这2起哦，包括3周内2起来自于 ICE 的这个枪杀，是击毙了2名手无寸铁的美国公民，分别都是在37岁，第一位是在1月7号，这一位是37岁明尼苏达州的白人女性遭到枪杀，所以美国民众非常的愤怒，走上街头抗议。第2位是在1月24号，前几天而已，同样也是37岁，这一位是男性护理师，也是白人，他叫做普雷蒂。他在抗议的过程当中跟警方发生了拉扯，被 ICE 击毙。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披露，他们觉得这一位护理师是非常无辜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被警察扑在地上的时候，手上他拿的是手机，并不是任何的武器。被压制8秒的时候，特工才大喊说他手上有枪，但是呢，随后2、3名特工在5秒内又持续对他开了10枪。这画面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引爆了全美的怒火，数千名来自于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民众在零下22度的低温当中走上街头抗议，要求 ICE 滚出社区。然而，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不但不忽视这一些声音，还直接在他的社群上面痛批民主党，说他们拒绝和 ICE 合作，庇护这一些治理民主党治理庇护这些城市和州，拒绝和 ICE 合作。他们还鼓励左翼的政治煽动者非法阻碍我们对最恶劣之人的逮捕行动。传出川普现在还要考虑动用叛乱法，强化 ICE 的执法力道。赶快来看到最新民调，只有39%的民众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哦。那么我们来看到川普的铁粉也是这个忠实粉丝也是不断的在减少，对于反对者对川普已经上升到53%了。现在很少人愿意支持川普，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啊，明尼亚波利斯市长他讲市长讲说，你 ICE 可以滚出我们明尼苏达州了。他讲得真好，有 guts。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海关执法局他当时对于这个普雷蒂他是白人强调他是白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男护士在台湾讲法叫做护理师。男护士在当地，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他其实那个时候在就是抗议事件中，他在指挥那个交通，所以他其实老实讲，但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我们侧面了解。那但是呢，他右手有拿一个东西。那当那个安全部队在靠近他的时候，他曾经有说：“你们退后 ，back， 你不应该对于这个抗议的人士进行压迫式的那种行为，那种包围的行为。”所以普雷蒂那个时候是站在抗议民众这边。坦白讲一句，他当时拿着手机在挥舞的时候，安全部队，我跟各位讲不管是 FBI 或者是 DEA 美国缉毒局或者联邦调查局，那标准的作业就一定是一起喊 free 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动然后如果你手上有任何东西的话，他们就会讲 drop your weapon， 把你的手上的武器丢掉，你的手机也是武器，drop your weapon。如果你有任何武器，你通通要从手上丢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有执法开枪的合法性。就说美国国内的法律就是这样，就说当他们认为这是紧急事件，已经威胁到干员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它不像有很多国家只能够用催泪瓦斯或是子弹。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是用了很多催泪瓦斯。在这种情况底下，普雷蒂就真的被打死了。然后现在 ICE 在他身上说：“我们查到了9厘米的克鲁格手枪那这个是他身上的。但是我们承认
普雷蒂他有用枪执照，这个东西到了法院还可以拖很久。我现在跟各位讲，除了这件跟上次大家知道那个三宝妈古德之外，已经死了2个人，还有6个人在 ICE 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执法过程之中死在拘留所里面。川普，你要怎么解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美国的内乱呢还会继续再上升。好，这个是普雷蒂之死哦，引爆了民众走上街头。那其实非常多的政治人物、知名的政治人物跟这个影视界的人物也出来做了抗议。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发文说，美国价值正受到攻击警讯。令人心碎的是，这是美国人的警钟。克林顿也呼吁民众挺身而出哦。娜塔莉波曼则是说呢，谴责 ICE 是人性最恶劣的行径。多位民主党的参议员也强势的表态，反对 ICE 及相关的拨款法案。如果法案卡关，美国联邦可能再度的面临关门危机吗？大师怎么看？对，这里面就是说出了太多的事了，而且他执法的手段很有问题。ICE 现在变成好像是一个盖世太保的部队，不受任何法律有关逮捕的程序，或者说法律上的各种保障人权的措施的影响。最荒谬的是，他们居然戴着面罩去执法。法律代表了正义，法律代表了这个尊严。你应该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脸上戴面罩嘛？怎么执法的人脸上戴面罩？他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就不赞成，说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戴面罩？他们是做着见不得人的事嘛？对啊，你既然执法，你就要光明正大。美国的警察，我觉得200多年传统还没看过警察戴面罩执法的。警察就是代表正义啊，代表法律啊，对不对？你怎么会执法的人都戴着面罩？那这里面这个部队呢，它成立的很快，它跟过去的这个治安的部队都不一样，所以而且它这个待遇很高。那对这些工作有兴趣的，你比较合格的，那很多都是什么？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在执法的时候，他的受训是在战场上的，对不对？跟你一般的警察执法人员是在社会，在自己的人民之中两回事啊。所以这个 ICE 的执法到现在，真的如果任何的政府都应该要检讨一下，打死的你也没打死非法移民啊，对，你打死的是合法的公民啊，那你不是搞得人人自危吗？你搞得人人自危，而且他们这个常常冲入人家的工作场所里面去抓人，然后你看现在美国在街上就在逮人呢。你知道街上为什么逮人？你长得像非法移民，你长得不像这种所谓架杠这下美国人的话，他就要把你拦下来问。所以美国现在人人自危，这个情况我觉得川普如果让他这种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不是只有明尼苏达，明尼苏达非法移民占美国是20名以外，最大的非法移民聚集带在哪里？在德州，在加州。哎呀，那些要动起来的话，那川普可能这个政权可能都招架不住。是，川普现在要头痛，那美国有没有可能引爆内战呢？上志哥又怎么看？就是要到内战这个还是要很激烈，主要是要武器了。虽然美国枪支没有管制，不过我们现在来看，我倒觉得现在对于川普的影响还是有比如说这2天他突然就是说宣布要对韩国又加税，那这个东西的突然性没有前面的一个逻辑因果，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国内那么多这种麻烦事情。要知道国际上有很多事情，国内好多事情，但是国内的这种体感温度跟直接的冲击，对任何的所谓领导人都是更直接的。我想，其实，在在整个美国总体的状况，死1个人 ，ICE 像先前那位女士，到现在死第2个人，它真的不是人数的问题，它确实是一个所谓民意人心，其实是有个边界，承受的边界，往往它不是1、2、3、4、5、6，第7个人大家就会爆发变内战，它不是个量级的，而是最后在整个裂解当中，很多的所谓价值的新仇旧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川普方面，他呢就是还是执行他的价值 ，ICE 就是力度的执行，其实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整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变数，真的就是民主党，就是刚刚先生讲，民主党可能就是要把 ICE 跟相关的预算卡掉，一卡掉之后，
什么呢？美国政府会受到停摆的影响。现在在赌盘上已经认为美国政府在今年这个月底1月底会停摆的赌盘超过80%，就认为这个影响是大的。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债突然间在此刻拉起了警报，因为欧洲的盟友这时候反手一刀卖美债抛售美债，引爆了全球的抛售潮吗？资本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呢，欧洲用这种抛售美债来当做一种武器，砍向美国的最大弱点。对于美债，还有对于美国的信用是否破产，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来看到美债神话，现在说安全神话恐怕会信用破产了，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先是丹麦的退休基金呢，它已经直接宣告了，我们在月底前会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原因是他们的来自于丹麦退休基金的这个投资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好信用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贝森特就很不屑啦，他就说：你丹麦呢去清仓美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你的这个资本资金实在太小了，就跟你丹麦本身一样是毫无轻重的。那么没有想到这一话一说完呢，他就这个遭到了一些报复，这个是来自于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突然间在财长贝森特说完话之后，立刻抛售了700到800亿瑞典克朗的美债，这个金额相当于77亿到88亿美元来打脸贝森特。这时候贝森特本来从这个嘲讽的语气，突然间态度180度大转变，他呼吁说：全球我们这时候要冷静一下，让事情自然的发展并且撇清说最近美债的市场动荡的主因是跟格陵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呼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给放在心上。那么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呢，现在呢，这个他会这么紧张，包括了财长会这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其实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而美国呢，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是关键的弱点。美债不只是市场的商品，更是美国的霸权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所以现在一旦全球对美债的信心破灭的话，连联准会恐怕都救不了美债了。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的态度突然间一下子大转变代表他很清楚，欧洲如果真的动手抛售美债的话，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吗？委员怎么看？一点都不严重。欧洲是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少的国家，欧洲央行才多少？700亿美元，能干嘛？中国大陆擤个鼻涕都不只是700亿美元了。所以欧洲真的拥有的美债规模很少。那你说，不是账面上看起来8兆吗？对不起。都是什么中国日本用信托方式所持有的，像英国的8800亿，自己英国没多少都是其他国家或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保险公司请他们信托在他的名下而已，并不是真的他的所以欧洲自己持有的美债规模很小比如说你说瑞典这个养老基金你说抛售77亿美元。美债一天5000亿交易美元的交易额这77亿美元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说无足轻重是真的。但最近美债市场上动荡，是因为很多人，包括美国自己人，害怕川普真的跟欧洲开战。那开战当然会赢，可是这个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我宁可先卖了吧。那这个美国人自己卖美债才可怕因为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是美国人自己，大概。美国政府公债有将近差不多60% 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持有的那你说这个丹麦投资长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信用主体，他卖1亿也就卖，这是没有影响没有影响那这个美国这个财长也不是啦，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那个一点了。如果说真的要对抗是中国才日本才是对抗的家伙怎么会对抗这个欧洲这种没有本钱的国家呢你别看那个马克龙要法国外汇存底没多少钱了那德意志银行这个欧洲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乱说，因为钱都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伦敦经营这个财富管理很成功，然后这个比利时也很成功，卢森堡也很成功，荷兰也很成功，所以他们拥有的都是其他国家拥有的资金，不是你欧洲自己的。你拿别人的钱当做你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连这个策略分析师很丢脸
那你说美债不再是市场商品，是霸权啊，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如果今天中国一下子要把所有美债或者美元全抛掉，搞不好美国脸一横就说我冻结你啊，就冻结了，就像冻结俄罗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太多钱，注意啊哈！现在还有3兆在那边呢。是，那这个什么美债信心破灭，现在大家已经对他没什么信心了哦。什么联准会救不了，联准会出手都几千亿，对这没什么问题啊。是，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李将军。我觉得我们美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了就是就像是以前我们学过一点的基本的这个理财的观念来讲的话，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股市多一点嘛，股市占7成，对不对？债市少一点3分不要具有积极的这种投资策略。当你到中年的时候，就股债大概各一半。那像到我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债市大概你就投资要到7成，比较稳定那股市你就要少一点，因为你的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这个所以说，债券从这个投资的理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认为说这个投资理财比较稳定。但是这次这个如果说美债，如果说在这种大家都认为比较稳定状况之下，它居然会殖利率暴升，也就是它的债券本身的价格下跌，那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就不再信任美债嘛。第一个就一定是造成你这个国家如果说是你美国国家债券来讲的话，那当然会造成你国家利息要支付要比较多你才能够去借到钱，因为你的风险不再那么高，我就要支出更多。那以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本来这个利息就已经很高了，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它的这个就已经很高。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会支付更多利息。那对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也会增加它融资的这种压力融资会更难。那对家庭来讲的话，也会有压力。譬如说是它房屋贷款这个利息就会增加。譬如说它家庭生活支出的成本就会增加，甚至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很大。那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美债会这样发生主要是也是由于川普自己搞出来的。第一个，他对格陵兰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风险大家会评估。所以说欧洲来讲，我虽然说很无力很乏力，可是好歹我就像丹麦来讲，退休基金我就给你这个清仓1亿美元瑞典来讲的话，金额虽然不高，可是代表我反抗的决心。我就清理美债。那当然对这些情形对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有一句话，如果说是在互相打金融经济战的话，那当然是杀敌1000也会自损800，你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对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影响，因为你可能对之后这个像我们刚刚看到这2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那对老年的这些生活来讲，就会失去一个基本的保障，因为美债毕竟来讲，在全世界来讲，还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投资信用的一个保证。是，所以当这个经济活动力降低之后，我觉得对欧洲自己本身对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它的经济活动会降低，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他来讲还是一种威胁压力很大。好，所以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欧洲国家开始大卖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债券，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看起来整体的债券市场不会受到欧洲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日本卖美债的话，这影响就会蛮大的了。那川普真的会容许自己的小弟日本把美债卖掉，因为现在开始做这些动作，然后把资金带回日本来救日本的经济嘛？赖老师又怎么看？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了，但是波动大，主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都是一个政府负债比较高的国家尤其日本的政府的负债太高了GDP 的2.85左右这么的高。那现在的情况是在日本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高市早苗宣布他要解散国会这个才造成了昨天的激烈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政治呈现出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也很明显的发现日本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在上涨，然后预算案因为大选的关系又会被搁置，即使他们的财务大臣有特别跟日本说，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笔特别的预算来去维持这个政府空转时间的时候所支用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说，日本人他们觉得不信任的情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就是因为长天期的它的这个公债卖不动，殖利率一直飙升。那等于是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跟着开始把它的公债把它抛售出去了。所以不管是40年期的、30年期、20年期的，那都看到它的整个殖利率都在往上攀升的情形下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美国的政府公债也出现同样的这个殖利率一直在攀升，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卖不动的，因为中国大陆有节奏的、有计划的一直在减少它对于美国政府公债的持有。目前来讲，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了。是从过去的排名第1、第2、第3、第4，现在可能排名到第5、第6、第7、第8，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大陆有节奏的一直在抛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公债它越来越卖不动，那它的殖利率一直在飙升，那很多人开始对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形下，再加上联总会它不肯降息的情形，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我们想，这些都是稳定基金嘛，因为退休基金邮储基金，这个都是稳定基金。那这些基金的负责人，他本身是要吃法律官司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获利低于5%的话，你再继续持有，你本身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很多国家的政府的操作人员，他们本身当然就会抛售。一旦抛售，那呈现出来的这个殖利率在飙升。我觉得日本如果高市早苗没有把日本的经济稳住，没有把日本的财政状况稳住，如果没有把它的政治的局势稳住的话，日本如果一旦崩跌，你就不能排除它会回过头来救市。一旦如果日本也开始回过头来救自己的话，那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很大。那如果说日本他觉得他活不成，他怎么还有可能会让你美国说我今天为了你，我今天死了算？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做到事，但是到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企业是集体的看衰川普了嘛？因为现在有1000家企业，包括里面有许多是大型的这些企业，他们也集体的反叛了。亚马逊包括在内也卡位，逼迫自己的供应商要来降价，因为现在在金融市场也在下注了，说川普的关税战必定会在法院的认证之下败诉。那美国才是关税的输家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最高法院在14日这一天终于是出手了，一次是发布了3项的裁决，但是大家最关注就是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到底合不合法。至今美国最高法院是没有任何的裁决的，而且他们法院还不给任何的理由说为什么没有做裁决，也不给时程跟下一次裁判的时间也都没给。外界质疑是最高法院你是不是故意一直拖下去啊？好，大家在猜是不是最高法院刻意这样做的同时呢，美国的企业自己先爆炸了。这个是1000家的美企直接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提告之外，还要求说我们缴出的这些关税的费用，你应该要还给我们。带头抗议的企业赶快一起来看，列出来了。包括了零售巨头 Costco， 还有轮胎制造商 Goodyear、运动品牌 Puma 跟 Reebok 等等，相机制造商 GoPro 全部都已经起来提告了。关税战迟早会被判违法吗？委员怎么看？川普的关税合法或者违法，对于企业界差距很大。首先，如果是合法，那一切就保持原状；但是如果是非法的话，理论上，我讲理论上关税要退给人家，退给谁？不是退给出口商，退给美国的进口商。那美国进口商要大体上可以分2类，一个是卖场直接进口的，比如说 Costco 自己直接进口的，那这个很单纯，就退给 Costco， 退给 Amazon。那最麻烦的是中间商。那退给中间商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形产生，中间商收走啦，那以前的卖东西也卖啦，可是还有存货啦。存货的部分要不要拿出来重新解一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未来要不要把已经收的钱用折扣还来给我？因为法律上这个中间商没有办法把钱退给这个下游的零售商，因为要开发票、税金，这搞得很复杂，大概也没有人会玩这个游戏，所以这个整体来讲会使得美国在退税的过程里面，直接进口商直接受惠。
然后间接进口商他觉得他受害，他希望获得补偿，会产生很多争论，因为每一家的供货合约都不一样。我跟赖教授签了，我跟厉将军签了合约，那有些人就会想说，那我是最后的那一只老鼠，我在想个法律条文有什么，我就拿来告他，哇，天下大乱。所以美国会乱成一锅粥。那这里面商业的好处是说，不会有太不理性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恶意天作五啊，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但是至少大概乱个半年跑不掉了。那现在 Amazon 就开始讲说，这个，你先降价给我啦。中间的这个进口商说，我不确定是非法的啊，我到底什么时候退给你？是不是等到法院？可是 Amazon 就觉得这个川普输了，所以应该怎么样？那很抱歉，这个美国企业界自己，可是对消费者没影响。消费者一定是判定非法之后，然后由 Amazon 再开始降价，然后有成本从进口商第一阶、第二阶，进口商通常有3阶，第3阶的进口商这个部分呢，那个才开始降价。不过川普的关税即使是合法，问题也不小。为什么叫合法问题也不小呢？最怕这个最高法院来一招合法，但是附带条件，哇，那个就麻烦了。对，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竟然干这种事啊，会附带一些条件。是，那你永远不知道它附带什么条件比如说致死无效，还是至此无效，还是从哪一天开始无效？这个无法去确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一开始就无效，那反而好解决，就怕它附带条件，最后就法律诉讼、商业谈判啊，或者那个是。美国律师又赚钱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即使这些美国的大企业和一起集体的告这个川普的关税战，但毕竟都还在诉讼等等的阶段。那此刻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其实他们开始卖一样东西了，那就是把未来可能拿到的关税的退款权拿去卖。卖给谁呢？卖给这些对冲基金。为什么？就是他们可以先在这个有结果之前，先拿到一些现金来做止血。那同时，对冲基金又为什么要买呢？因为他们就赌川普一定是违法的，这个最高法院一定会打脸川普。那另外呢 ，Fed 的合皮书也最新揭露，关税的成本一直累积之下，原本硬撑不敢涨价的企业，现在也决定放弃抵抗了，干脆就让这些成本直接转嫁丢给消费者吧。所以现在关税战的冲击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吗？连企业都撑不下去了吗？看起来美国人会不会为此买单？厉将军怎么看？有一句话说得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个关税最后一定还是这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要有一个裁决。但是如果说你继续拖下去，我觉得对美国政府或者对企业界来讲的话，那种等待的心态是更加的焦虑。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讲说，靴子落地之前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时间，这时候大家就在赌那为什么对冲基金愿意去买这个股权？我觉得因为在去年11月5号的时候，美国大法院他们开这个辩论会的时候，那时候不管是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的大法官，对于川普这个关税的所引用的相关的法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是第一个，因为他那时候所引用的法条是这个所谓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这个已经如果说是国际，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面临到国际紧急的一个经济状态？那当然大法官有大法官的解释，可是一般来大家都认为说是美国现在状况不至于说是到紧急状态，那会不会超越总统的权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自己本身来讲，通膨已经在温和的上涨。我们从去年的圣诞节物品开始慢慢的涨价，但是现在来讲，之所以温和的上涨，最主要核心的问题，还是因为你美国这个征收关税所带来成本增加的问题那现在之所以还只有说温和，而没有说是大涨，那有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个去年的库存，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嘛，进口商因为这关税要涨，所以他们先期囤了很多货，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还不至于说是贸然之下这个物价就马上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有一些货品，譬如说这个零售业或服务业，
他们为了怕客户跑掉，所以不敢贸然的涨价哈，将很多的关税的成本自己就吸收掉。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行业来讲，它没办法吸收的哈，比如说医疗哈，这个东西你再怎么样，这个你还是要看病嘛，这个物价在涨，医疗看病的钱再高，你还是要看病。譬如保险哈，这个是少不了的。所以这两个慢慢的上涨，已经那我们现在看到企业来讲已经慢慢承受不住，它因为库存的这种物品来讲，大概也都销货的差不多了哈。第二个来讲，所有企业到最后都还是要有盈利，要有利润的空间。你不能教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所以它还是要盈利。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我觉得说之后哈，美国这个关税可能面临的问题确实是很大哈。如果说是通膨继续上涨，对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以川普的个性来讲，他可能会引用其他的相关法条硬撑到底哈。所谓的这种动用301条款啊，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法第122条，可是122条它就是只能征15%的关税啊，而且最高也就150天。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搞这个关税到最后是真的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只有把自己国内的经济搞乱而已。好，所以最后这个关税战，美国人买单，但企业同样也很头痛。除了他们现在等待法院的结果之外呢，现在说呢，这些企业未来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大了，因为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即将要进入是2月份，接下来中国大陆这边呢的工厂就会进入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个停工期了。那如果说最高法院突然间判川普的关税有违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美国的企业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不断的进货来加强备货等等。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先下单，你到时候其实物品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此刻我们也看到川普出来喊话，他说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一场是有关于国家安全上面的问题裁定是对美国不利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因为这些金额是非常的庞大的，高达数千亿，甚至是上看数兆美元。川普说关税违法会完蛋，但是我们看到另外2位没有那么担心的是财长，他说我们还有钱可以退啊。另外一位是白宫，他说我们是有备案的。到底如何看这一场关税判决的最后结果？如果说败诉，川普真的有可能会认输吗？赖老师怎么看？川普不认输也不行啊，但是他口头上绝对不会认输，但行动上一定会认输。这个就是典型的川普。难度不大，法院的判决其实没有很多的争议啊，因为如果就法论法来说，关税当然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啊，也就是说税一定是国会权，这个问题都不大。你特别的301那是特别法案，那是一案一审啊，一案一审。所以你要经过审查，而且也只能针对某一类项或者某一单品项，你不能够普遍性的对等关税。所以这个部分在法律上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都不大。现在法官的思考点是在于，他确实像川普所说的，他会影响到国本，因为川普做了一件违法的事，侵犯了国会的权利。那他法院如果不处理，国会的权利被侵犯，这个情况要继续下去吗？所以这个是法院就涉及到国本的问题了。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这个川普是违法的，那他的行为之前的那都无效了，都无效了以后，就会出现几个更麻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还没有跟川普签贸易协定的国家，他为什么要跟你签呢？对，那已经你不能再实施了嘛，所以对等关税就要拿掉了，那他就不会再跟你签了，还在谈判中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像我就知道台湾有2个女性吧，好像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那他如果跟美国人签了，那他签了以后，那些人就成为猪头了，没签的人他赚到了，他说那我不用再跟你签了，可是我如果签的人我变成猪头了。那我怎么对我的民众交代？对，像日本啦、韩国啦等，他怎么对他的民众来交代？这就是2种状况了。一个，他给他的已经签的盟友制造的困难，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跟他决策的错误性，马上会受到在野党猛烈的攻击跟人民的质疑，还有企业厂商的愤怒。这是已经跟美国签贸易协定的这些人，他们就惨了。没有签的这些人，他就变成大功臣。他赢了，可是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那他已经违法收的这个钱，
他不会管你的国家，因为关税是在国内付的嘛，所以跟你出口商没关系嘛，是跟进口商有关系。那就是跟刚刚委员一开始就已经强调的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要怎么退的问题，会计审计要怎么做账的问题，还有就是原本我在仓库里面的这些存货，我知道你要征关税了，我大量堆货，然后等到你征关税以后，我大量出货，所以它的关税的一定的计算的基准是从进货开始算嘛，那我后面还没卖掉的囤积的，那也算是进货还是不算进货？对，那这个问题当然就很大，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对于这个川普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您谈到是有没有备案？那301就是一个备案嘛，可是问题是301它是一个打点的，它并不是一个打面的，对等关税是打面的。一旦打点的，每个东西要经过调查，美国会疲于奔命，那这个效果就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的有威力了。没有一个国家就会在乎你的关税的问题。川普本身唯一的武器就是关税，关税这个武器被拿走以后，川普就剩下什么都没有了。那川普还能够影响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决策行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空间，所以川普他才会觉得说这个茲事体大。当然，美国的法官也不会完全依法论法了，他很多的时候还是会考虑政治的现实。好，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的物价创了40年新高。现在民众呢吃饭喜欢去这种 Happy Hour 的时间吃饭，而且呢不点主菜，改点开胃菜。上流则是社会的人过得非常的好，花钱大手笔的花钱。另外呢，这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集团式的抢劫、铤而走险，竟然是在美国的这一些日常当中不断的发生。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来自于通膨的压力，可以说袭击了消费者。当然了，全美的餐饮业在此刻也迎来了这个寒冬哦。许多美国人，我们刚刚说了嘛，正餐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他们会选在 Happy Hour 这个时候去吃饭，而且点的东西呢，就是比较便宜的、比较有优惠的，不管是小点啊、开胃菜这些，而不去点这些正餐。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在美国的一对夫妻他们用餐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们说呢，当时他们去点这个，他们在餐厅里面点餐的时候，点的是包括了炸物啊、汉堡啊，搭配这些优惠的饮品，包括这个他们的啤酒，买1送1等等。那这花费真的是大幅的降低了，到了51美元，远低于他们过去呢一般消费的价格，大概是落在75美元左右。那所以这就是美国纽约还有包括多州现在的一些日常。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通膨失控，当然了是引爆犯罪率不断的飙升，而且是这种集团式，是这种快闪的抢劫袭击在美国多州。我们就举当中的几个例子来看，包括在加州，当时发生的事情，这都是这几天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有10多名的蒙面歹徒突然间驾驶他们的车辆就冲进珠宝店内去做洗劫。根据了解哦，当时做洗劫的时候，88岁的店东是直接在现场，那么看到这些画面，直接就倒地哦，中风爆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芝加哥的这边有一家 LV 的旗舰店，歹徒就直接撞门抢走近70万美元的商品，换算新台币2000多万元。不要说这个是精品啦，包括了这一些美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海鲜货品之类的海产在运往，包括这些大闸蟹等等在运往，还有活龙虾运往 Costco 的路上也遭到洗劫哦，他们的货柜卡车，那么总价值换算新台币也是高达了1200万元左右。赶快来看到 FBI 正式公布的一个数据，他说6人以上的犯罪模式快闪抢劫案，当时2020年大概是300宗，但是到了2024年已经到达了1096宗，数量短短的几年之内，4年、5年之内暴增了大约3倍。有超过80%的零售店业者都说，现在感觉做生意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暴力事件、各种的抢劫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底怎么回事？美国真的经济还能够持续稳健的发展吗？委员怎么看？美国的经济现在显然看起来马上要面临一场这个重大的风暴跟灾难了哦。就其实，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哦，像以美国为例子哦，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中间经历过好几次的波折。其中有很多的灾难跟危机哦，都是因为当权者，都是因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法而造成的。
在这个之前，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当时就是因为美国总统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跟川普几乎是一样的，他用关税的方式，所以导致到全球的这个货币系统大乱，然后美国经济大萧条，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了哦。那么我要回过头来讲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哦。你如果仔细把它掰开来做一个分析的话，你会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多重器官衰竭的问题，它是好多个层面都面临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环环相扣的。比如说你发烧，我要给你吃退烧药，可退烧药会伤到你的肾哦。如果吃了退烧药，你的肾就完蛋了。可是你肾功能又要衰竭了，我要护你的肾功能，我就不能给你吃消炎药，不吃消炎药，你的肺炎怎么治呢？他现在马上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美国原本的债务问题就很严重，然后美国的这个美元的信心本来就是低迷不振，然后再加上现在 AI 的整个的产业的转型，造成了失业率的这个上升，跟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剧，这些东西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时候你川普再加上一个关税下去，造成了通膨难以弥补、难以解决。所以我给大家看几个数字哦，《金融时报》最近公布的，美国现阶段的美元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近10年来。从10年来的过程当中，美元已经跌了9.6%，将近10%了，代表说它针对全球的一篮子货币，美元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你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觉得说，哎呦，这样子我的这个美元的国际的这个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可以大幅提升。可是不要忘了哦，当美元的信心大幅跌了10%之后，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美债还卖得出去吗？代表大家对美元的信心，代表大家会减持美元了。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数据是最近金价又破了4500美元了。金价跟美元一向都是反指标的，当金价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代表大家开始这个减持美元，改持黄金。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美国马上要面临到的这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联准会的主席要下来了。川普现在想要用他自己的人来当联准会主席，现在有3个人选，不管用哪一个，将来都是要大幅降息。降息代表什么？代表已经通膨了，然后你还需要你市场上还注入这么多美金，那这个通膨的问题根本就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我一直在讲，美国的经济非常不好。可是很多人讲说，哎呦，美国的股市不错啊。的确，美国的股市今年3大指数大概涨了12%到15%。可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据，各位看看3家重要的科技公司的本益比有多高。这个辉达的本益比47，AMD 115。这个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是33。什么叫本益比？就是你买了这只股票之后，你要多少年才能回本？你买一只辉达的股票要47年回本，你买了这个 AMD 的股票要115年回本，你买了 Alphabet 的股票要33年回本。这算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状态吗？这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经济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大的泡沫。当这个泡沫破了，再看到通膨，再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当然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了。好，谢谢委员。那汉庭要怎么看？其实，在目前美国的这个状态，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物价在天上飞，法律在地上爬。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它都不是孤立的个案，把它们串联起来，你看到的是高科技犯罪、低效能执法，还有崩溃式通膨，这些系统性危机，一个国家的龙虾车需要像运钞车一样去防备。88岁的老人守不住自己的店铺，这个超级大国的治安的内裤已经被彻底扒光了。所以通膨创下了40年的新高，这不仅是单纯经济数据，更是这头大象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如果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哇，一个普通的晚餐账单就能够压垮一个家庭的预算，那同时之间呢，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开始松动。所以可怕的不是穷，而是犯罪成本的归零。在加州第47号提案这种荒谬立法的庇护之下，950美元以下的窃盗被视为轻罪。那警察基本上抓了就放回去啊，检察官也不太起诉啊，这根本就是法治自杀。所以直接把抢劫变成了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创业项目嘛。所以大陆就笑，这根本就是零元购。FBI 的数据也告诉大家，6人以上集团式的快闪抢劫，4年人数翻了3倍，这根本是一种准军事化的城市游击战吧。所以，这根本是美国的治理能力赤字的大爆发。这大国的衰落不仅是因为外敌的入侵，就是因为你内部秩序的崩塌。结果美国政府在干嘛呢？就到处搞贸易战啊、关税战啊、科技战啊，然后矛头对准中国大陆，不然呢就是在外面发动军事战争。好。但是呢，
对内却连一笔龙虾、一家珠宝店、一顿安稳的晚餐都保不住。这就是当下的美国，华尔街的精英在喝香槟，华盛顿的政客在搞斗争，普通老百姓只能在 Happy Hour 里面吃着干瘪的面包，祈祷下一个被撞开大门的不是自己家。好，确实，现在美国的社会就呈现一个极端的 K 型化社会。那根据统计，前10%的这一些富人，他们光是这个消费就已经占了全美的人数的大概50%以上，贡献了大概50%以上。所以富人他们消费得起，动不动出去度假就花个1000万元左右。干哥又怎么看？我们以前有讲 M 型社会，对不对哈 ？M， 好像美国不是 M， 美国是 K。那 K 呢？怎么解释？其实很简单 ，K 型社会就是富人越来越往上，因为他们的财富跟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那穷人呢，就越来越往下。而不要忘了，穷人当然是占大多数，中产阶级以下当然是占大多数，对不对？好，但是我又给你一个很矛盾的数据，也就是说，美国正式突破100万富翁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有2400万人。